你好，我是Alison。今天我要和你们分享我从东京出发去箱根的一日巴士团10个小时全记录。这不是广告哦，我也希望有一天会有干爹干妈可以赞助我，那就要请你们多按赞和订阅，这样我才有机会啦。这个团是我自己在 Klook 上面订的，我把链接放在资讯栏。先看一下网站上面所说的亮点有哪些。首先我们会先去箱根神社和人气超高的湖上鸟居，接着会搭海盗船游泸沽湖，然后还会去活火山搭上缆车俯瞰大涌谷，接着就会去人野八海，就是去看可以清澈到见到湖底的纯水，最后会短暂停留在百鸟滨，就是一个湖，在那边可以看到漂亮的富士山，还有很多天鹅。而我选择这个行程是因为有山有水，又搭船又搭缆车的，可以上活火山又可以看到富士山，这样子的行程比较多元。其实出发前我花了很多时间做功课，想要靠着公共交通工具自己去箱根，但整个行程要坐电车、巴士、坐船、缆车，而且自己去价钱并没有比较便宜哦。好，看完官方的宣传照片之后，现在来看一下我的实战经验。这个团可以让你选要在 JR 东京站上车，还是在新宿站，而我选的是在新宿，这就是我们集合的地方。这一区游客很多，巴士团也很多，所以还蛮混乱的。幸好透过 LINE 和我们的导游 Tom 通话之后，才顺利找到巴士。前一天导游还提醒我们要多带一点现金，这样才方便买吃的，又或是可以直接付钱给他订午餐。箱根神社，我们的第一个景点到了。本来安排在这里停留1个小时20分钟的，但是因为遇上塞车，再加上我们要赶搭11点的海盗船，所以我们只能在这里停留20分钟。眼前通往神社的阶梯大概有100阶，沿途两边的绿树生机盎然，还有橘色醒目的鸟居欢迎着我们。神社位于森林里面，被高耸的树木给包围，充满着自然的氛围，安静又神秘。这里还蛮大的，而且很漂亮，但我只能仓促地拍了一些影片。现在就要走到湖边看湖上鸟居。建筑在泸沽湖边上的水上鸟居，随着季节的变化，鸟居的倒影也会有着不同的美感。而这座鸟居不仅象征着对水和湖的敬意，也象征着通往神社的入口，让它显得更加神秘、庄严，还带有一丝仙气。作为箱根神社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，想要站在 C 位拍照，你可能要6、7点就到了，不然就要排队起码半个小时吧。像我们的巴士10点多到，又只有20分钟，我只能拍到这样的照片了。没关系啦，起码也踩点了，有机会会再来。然后那个司机会把你带到下一个港口啊。现在我们要去搭海盗船，这是一个自费的活动，费用是1002日币，所以要准备现金交给导游哦。不想搭船的话，就跟着巴士到下一个地方汇合。导游一直提醒大家不可以迟到，因为我们搭船的时间非常的赶，幸好都赶上了。我现在要搭上畅游泸沽湖的箱根观光船，又叫海盗船。我觉得这也是箱根的必要行程之一，尤其是天气晴朗的时候，阳光洒在海面上，波光闪闪的，还可以清楚的看到富士山。你知道吗？富士山1年中有2/3的时间都是被云遮住的。而泸沽湖的故事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，当时火山爆发，就成了一个天然的凹地。经过数千年的雨水和溪水累积，才有了现在我们看到清澈干净的湖泊。
沿着湖边的山坡还能看到一些小村落，还有居民悠闲地划着小艇在湖上钓鱼，真的好写意哦。除了那个我站不到 C 位的红色鸟居，在湖中还有几个小小的鸟居，只露出一点点在水面，好像在害羞地祝福着我们。这样欣赏着自然美景，吹着海风，真的觉得好幸运好幸福哦。我们靠港的地方叫做桃园台港，2楼有一些商店和餐厅，也是搭缆车的地方。我参加的这一个团已经包含了缆车的费用，所以跟着导游走就可以了。但是今天我们40个团发团，富士山占了120个，香根只有3个，所以说还需要大家的这个推荐啊。听到导游说每天只有3个团出发去香根，我觉得真的很可惜。这里明明是一个可以上山可以下海的好地方，应该值得更多人亲自来体验。所以欢迎把我这支影片分享出去给你的亲朋好友哦。坐缆车除了可以看到火山的地形，还可以看到富士山，真的很棒。我们大概有1个小时的时间在这里自由活动，但是为了可以多看多玩，只好舍弃可以好好坐下来吃午餐的时间。这里的景色真的好壮观哦！到户外之后，还会看到2、3间纪念品店，还有一些餐厅。这个就是他们最有名的温泉蛋，蛋壳因为地热和火山气体的化学作用变成了黑色，但鸡蛋里面没有受到影响。而且虽然是用温泉水煮出来的，但吃起来没有特别的味道。听说吃1颗温泉蛋可以延寿7年 ，I don't buy it。难道 Kitty 是温泉蛋的代言人吗？接着我们到了纪念商品店旁边的小餐厅，在这里吃一点小点心，因为我们待会还要坐巴士，不想要上厕所。这个是竹炭馒头，味道中规中矩，但的确有一点点特别的香气，我说不出来。而这个就是让我惊艳到的黑色咖喱面包，外层酥脆，里面 QQ 的，很有口感，吃起来也有咖喱的香气，真的很推荐这个。大永谷是香根的低热热区，这里到处可以看到冒着蒸汽的温泉眼和热气腾腾的岩石，硫磺味很浓。这里最后一次的大规模爆发大概在1300年前，但现在还是一个活火山哦，偶尔还是会有小型的地热活动。在停车场那里也是一个可以好好观赏富士山的地方。1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，总觉得没看到的比看到的还多。但为了满足1天能多走几个行程的愿望，也只能这样了，没什么可惜的。有机会我会在这边过1夜，好好的玩。Okay, so everyone, please have a rest. Maybe 1:45, 1:50, we'll start the introduction. 我们到了人野八海的入口，这里有间餐厅，如果跟导游订餐的话，就会在这里吃午餐。但我们只有40分钟的停留时间，所以决定在路上随便买一些小吃。结果看到老奶奶有卖用艾草做的草饼，咬了1口才知道里面有红豆馅，而且还带着淡淡的草香，真的是太惊艳了，而且才100日元，超值得的。人野是这个村的名字，而八海是因为这里有8个知名的水泉，而且只要稍微远离这一个游客区，就会看到居民的房子，而居民平常饮用的食用水就是这里的纯水。导游有告诉我们有一个地方
可以用自己的瓶子装纯水来喝，但是我们没有找到。当然，这里也有纪念商品店，同时还有卖一些特产和新鲜水果。这里也有卖炒饼，一个是150日元。外面还有很多椅子跟桌子，让你坐着休息和吃东西。这个净池是8个水池里面最有名的。人野八海里面的纯水都是来自于富士山融化的雪和雨水，经过层层的火山岩，长达10年到20年的渗透和过滤，才流到这里的水池。所以就算下雨，也能保持这里的水质清澈和纯净，而且到现在还是源源不断，默默的有水从富士山流进来。就像你所看到的，纯水清澈到可以毫不费力的看到底部，同时也真的像镜子一样，可以看到周围的房子、天空和自己的倒影。当我赞叹着有多神奇的时候，就听到旁边有一个小哥说，比不上国内的九寨沟啦。知名的九寨沟我是没去过，但我觉得这里已经很漂亮了。但说实话，这里的游客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有一点游乐场的感觉，少了那么一点仙气。最后，我还吃了刚刚在入口的时候就已经吸引我的章鱼烧，热乎乎的一口咬下去，超满足。提醒一下，这里的店家基本上都只收现金。接着又买了一个老奶奶做的炒饼，好满足哦，终于舍得回到巴士上了。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景点——山中湖。和湖口湖一样，都是富士山周围的5个湖之一。河口湖当然是最热门的啊，但是也比较远，所以只能就近来到这里踩一个点。停留的时间只有15分钟，主要是因为附近也没什么特色。虽然没有看到富士山的倒影，也没有看到天鹅，但是有看到鸭子，而且还看到一群非常饥饿的鱼。它们嘴巴张得好开，好可怕啊！饿了多久啦？现在想要做一个结论，我真的很满意今天的行程。虽然我比较有兴趣的景点都没有办法停留的比较久，但我明白跟团就是这样。出发前我先查了一下富士山的能见度，答案是100%，我超开心的，真的好幸运哦，几乎一整天都看得到富士山。而且我们的导游超棒的，带着我们上山下海，去那么多景点，还要确定所有人都跟得上，还要用中文、英文来解说，真的很不简单，我很推荐。我还有另外一支影片是介绍我在京都做的巴士团，有兴趣的请参考哦。最后，如果你觉得我这一支影片有一丝丝帮到忙的话，请你按赞、订阅，这样才会看到我更多的分享哦。拜。